想到这个问题后，二婶也不客气地问了出来。老太太，我说话有点直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如果你们听着不舒服，还请包容一下哈。老太太等人说道。没事，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二婶问道，战月身体很健康吧？他没有任何问题吧？是个正常的男人吗？不会是披着男人的皮，却如同太监吧？二婶的问题一问出来，一个屋子里的人都愣住，个个都看着二婶。二婶被大家这样看着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她还是说道，我是觉得你们家太着急了点儿，恨不得我们家小雅现在就嫁给战月。战月那么优秀，他又没有恋爱经验，让他和我们家小雅慢慢聊着，培养感情，约约会，培养出深厚的感情了，再结婚，那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我们做长辈的都不用着急的，可是你们很着急，我就担心战月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你们着急小雅过门，是怕我们发现战月的问题吗？三太太赶紧替儿子解释，她说道，曾太太，绝对没有的，是我们家战月很健康的，没有什么毛病，也是个正常的男人，不可能是太监。我们着急是战月的年纪不小了，同龄人都当爸，他还没有结婚，我们就着急。为人父母的就是这样，看到别人的孩子都结了婚，自己的孩子还单着，就会着急。战月真的没有问题，很健康的。他若是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也不会让他去祸害小雅呀。老太太附和地道，老爸出过车祸，住院一段时间，各种检查都做过了。小雅是他的主治医生，他身体有没有毛病，小雅知道的。曾太太，你放1000个心吧，我们家老八是个很健康的孩子，也是个正常的男人，我们家没有遗传的基因病，全家人每年都会全面体检一次。我儿媳妇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的心里话，我们是觉得老八年纪不小了，还单着，就着急，在他认识小雅之前，我们就经常催婚的了。好不容易他有了喜欢的人，也认识了一段时间，彼此间了解过，我们对小雅是很满意的，才会心急的想他早点将小雅娶进门。你放心，就算小雅嫁进来了，他想做什么，我们也不会拦着他的，他依旧是自由的，不会像其他人家那样有很多规矩。我们家没有那种女人不能抛头露面的规矩。你看我的孙媳妇个个都是老总呢，每天忙的脚不沾地，他们做生意赚钱的能力一点都不输于男人。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和我家那个死鬼一起做生意，我的儿子儿媳妇们没有退休之前，亦是出双入对，一起打理生意。众人连连点头。曾二婶说道，你们这样说我就放心了，我还以为战月有什么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的呢。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老太太说的对，当初战月出车祸的时候，小雅是他的主治医生，他在医院又做了全面的检查，有什么毛病小雅能不知道吗？他是想多了，不好意思哈，我想多了，多嘴问了几句。曾二婶觉得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我们知无不言。你也是为了小雅好，看得出来，你把小雅当成女儿来疼爱的，小雅有你这么好的婶婶，是她的福气。三太太夸赞着曾二婶，知道战月喜欢曾小雅后，他们没有半点意见，不仅仅是喜欢小雅这个人，也觉得曾家的家风不错，一大家子的人没有争斗，和睦相处，跟他们战家的家风差不多。说了，他们战家男儿娶妻，看重的是人品，是对方的原生家庭好与坏。曾小雅本人不错，她背后的家庭也很好，哪怕曾家没有战家富有，他们也不会嫌弃曾小雅。二婶说道，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，有感情，我自己没有女儿，是把几个侄女当成女儿看待的，盼着几个侄女以后嫁人都能嫁个好人家。小雅和战月很般配，我和他二叔也很喜欢战月，看好他们俩。谢谢曾太太那样看中我们家老八。
三太太道谢，她说道：“等老八和小雅结婚了，我也会把小雅当成女儿来疼着爱着的。我也没有女儿呢，就4个儿子，4个儿子呀，头都大，是他们命好一点，投胎到战家了，不愁吃穿。要是投胎到普通人家，4大金刚能不能全都脱单都是个未知数。现在娶个老婆可没那么容易，很多年轻人也不想结婚，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就挺好的，肯结婚的，往往又遇到个高彩礼的，到最后会因为高额的彩礼分手。”二婶笑道：“你们战家的儿郎都很优秀，不愁娶不到老婆的。要是换成普通人家，有4个儿子的确头大。听说三太太年轻的时候追生女儿，连生3胎都是儿子后，依旧不死心。二太太生了3个儿子后死了心，她不死心，便拼到第4胎，盼着第4胎是个女儿，结果还是个儿子，她才终于死心，不敢再拼第5胎了，怕生几胎都是儿子，那样头更大。虽然不愁吃穿，也不用担心娶不到老婆，但是面对几个儿子，看着都心烦。三太太没有退休之前，恨不得1年365天都待在公司里，不想回家面对4大金刚。还好公婆很好，小辈的教育被公婆揽过去了，不用他们操心，公婆还将孩子们教育得很好，让他们自己管教的话，未必能教得这么好。三太太妯娌几个是很感激公婆的，在外面从来没有说过公婆的坏话，当然公婆也不会说他们的坏话。他们几个和婆婆处得像母女，也像朋友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他们和婆婆处得那么好的呢。很多富太太跟婆婆处得都不好的，婆婆活着时，他们都要低眉顺眼，极力讨好婆婆，要熬走了婆婆，他们的腰杆才能直起来，才能真正的当家做主。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战家的婆媳身上。战月和曾小雅都不知道，在他们出屋后，长辈们已经开始帮他们谈婚论嫁了。曾小雅喜欢那片花海，出屋后，战月先带她下山。本来她想自己开一辆观光车，载着曾小雅下山的，那样她还不能沿途欣赏下山的风景。但是曾小雅拒绝了，她建议不行，坐车的话，哪怕游游山庄背着观光车，车子修一下就开过了，欣赏风景就没有不行那么好。战月笑：“你想不行，那就不行吧，我就怕你等会儿觉得累。咱们先步行下山，走累了，我再打电话给管家，让他开辆车下山接咱们。可能是刚才坐车上山吧，感觉没分钟就到了山庄。”曾小雅说道：“咱们都是经常锻炼的人，走一会儿的累，哪能累着？这座山也不高，平顶山，咱们就当爬山了。我休假时偶尔也会去爬一下山。”曾小雅认为自己的体力很好，爬这样的山不在话下，况且上山的路修的是水泥路，也不算揪，很好走。战月笑笑说道：“那行，咱们不行。”他带着曾小雅步行出山庄，一路而出。曾小雅看着山庄的风景，问他一个下午能逛完整个山庄吗？我们现在去山脚下赏花，又要去果山上摘果，你没有多少时间在逛山庄内的了。下次有空了再过来，我带你逛完整个山庄。仔细赏景的话，一般要花上1天时间才能走完整个山庄吧。走马观花的话，几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现在的景色没有那么漂亮，春季的时候百花齐放，景色最美，夏季有荷花也不错。管城的冬天不冷，要是处于北方，冬天下雪的话，还可以赏雪景。曾小雅偏头看战月，表情很是错愕，说道：“你们家这么大的吗？需要走上1天才能走完。”他身在其中，暂时还看不到游山庄整个山庄的大。不过从露天停车场到中心主屋，都需要坐观光车过去，可以看到山庄一角都这么大。他粗略看了一下，除了中心主屋，还有好几栋建筑的，距离中心主屋不远不近。2个人边走边聊着天。曾小雅又问：“你们是分开住的？”
还是全都住在中心主屋里？分开住的，我爸兄弟3个是分开的了。每家住一栋屋子，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逢年过节，大家一起吃饭的话，就全都过中心主屋吃饭。我奶奶跟着大伯他们住，就是在中心主屋里，那是我们战家当家人的住处。以后我们兄弟几个可以重新建几栋小别墅，分开住，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不过目前来看，我的哥哥们并没有打算。平时大家都分散各地，很少回老宅。就算回来了，现在住的房子也够我们住的了。以后孩子们长大，他们又各自出去，所以不需要建太多的房子，够住就行。老宅其实就是给我们退休后安度晚年的地方。整个山庄是园林风格，我奶奶特别喜欢枫林风格，所以爷爷花巨资给她打造了这个山庄。其实油油山庄不算我们战家真正的老宅，真正的老宅在其他地方房子很旧了，是真正的古建筑了，隔一段时间就修一次，保证老宅不倒就行。我们是没有再回真正的老宅住过，也就前几年我大哥还瞒着我大嫂她真正的身份，带我大嫂回家过年，就全家人回真正的老宅住了一段时间。曾小雅是听说过战印和海童的爱情故事，她八卦地问，你大哥隐瞒身份和你大嫂闪婚，他是怎么做到那么久都没有暴露的？我们全家人配合他演戏了，说来我们也有错的，对不起大嫂，但是大哥要求我们配合他演戏，我们只能配合一下。大哥那时候以为大嫂是个拜金女，闪婚前只见过我大嫂2、3面，属于见过但并不熟悉的。又因为是我奶奶逼着大哥娶大嫂，奶奶出去玩的时候摔一跤，受了点伤，是大嫂送奶奶去医院的，但奶奶是故意的还是意外的，真不好说。我们都怀疑奶奶是故意的。我奶奶会功夫的，她的功夫还很厉害呢。年轻时的她可仅仅是在商界炸翅风云那么简单的。你听说过苏家吗？曾小雅说道，就是那个打探消息很厉害的神秘苏家。对，苏家对我奶奶是很敬重的，他们有些人脉就是我奶奶教给他们的。我们家走的是政商之路，所以奶奶将那些人脉都交给了苏家，签了一份协议，就是我们战家以后有用得到苏家的时候，苏家要鼎力相助，所以我们2家是世交。我大哥和苏南哥又是死党，2家的交情就更深了。奶奶说大嫂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她要报恩，要撮合大哥大嫂。初时大嫂也是拒绝的，后来他姐夫嫌弃他住在那里，夫妻吵架，大嫂着急搬出去，想到了奶奶要给他介绍男友，主动联系了奶奶，就有了大哥大嫂闪婚一事。大哥被奶奶逼得太甚，对大嫂满腔的不满，所以闪婚之初，大哥防贼似的防着大嫂，又隐瞒身份试探大嫂的人品，结果就是撒一个谎就要用无数的谎言去圆回来。说到这里，战月看一下曾小雅，说到后面的事，我想你应该听说过的。我大哥大嫂的爱情故事在管城不是秘密，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曾小雅笑，是听说过了，的确人尽皆知。据说你大嫂嫁了你大哥后，让很多普通人生出了灰姑娘的美梦，幻想像你大嫂一样幸运，能嫁入豪门当少奶奶。再后来知道你大嫂原来也是豪门世家的后人，众人才恍然，原来你们家所有人的婚姻依旧跳不出门当户对。说是说战家的长辈不挑剔，只要孩子们喜欢，他们就接受。事实上，战月的哥哥们娶的嫂子全都是豪门千金、女强人，所以啊，战家所有人的婚姻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，他就不敢做梦了。他相较于战家少奶奶来说，属于灰姑娘了。